嗨，大家好，我是教徒。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原本是想買張 RTX 5090來玩玩遊戲或者搞下 AI 算圖，但直到現在價錢還是有點鳥。不過最近朋友買了微星的 RTX 5060 Ti 16GB 來準備玩明朝，那我就厚臉皮的用我的4070跟他交換借來玩玩，順便開箱一下。OK， 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內容物很簡單，就是一張說明書跟一個顯卡本體。這張是雙風扇的版本，因為之前顯卡我都是習慣買3風扇，加上這張散熱模具有點蠻輕薄的，這也讓我有點擔心能不能壓住5060 Ti 的熱量。等一下也會特別測一下這張的散熱。另外這張使用是單8Pin 接頭，幾乎每個電工都有支援，不用特別的擔心要升級電工或者需要購買額外的轉接線，是一個無痛升級舊電腦的好選項。背板也有強化背板，能起到保護作用，但摸起來是塑膠材質，少了點質感。I/O 部分有3個 DP 2.1B， 一個 HDMI 2.1B， 這兩種規格都可以支援到 4K 240帧，輕鬆拿捏我的 4K 144螢幕。好，接下來介紹一下這支測試零件。主機板使用 TUF B850 Plus WiFi， 並且 CPU 會使用7700跟 9800X3D 來做對比，看不同等級 CPU 下的5060 Ti 16GB 表現分別如何。CPU 散熱使用6热管塔扇，记憶體使用知奇的烈焰槍 CL28 6064GB。再來是我們的主角 RTX 5060 Ti 16GB， 給它裝上去。先來看一下平常的待機功耗，整機功耗平常約在70瓦附近，還挺省電的。噪音部分呢，測下來只有38 dBA 左右，跟平常的環境音差不多。那在 3D Mark TimeSpy Extreme 跑分中，整機功耗來到270多瓦，一些比較基礎的450瓦或550瓦的電工其實都能應付。不過官方建議550瓦，擔心的話還是以官方的為準。噪音算是出乎我意料，原本以為會很吵的，結果只有51 dBA 左右，而且這還是在裸車架，裝在機殼的話噪音會更小。那在跑分中，顯卡使用的瓦數大概在160、180瓦附近，溫度控制的也很不錯吼，大概在65度而已，散熱效果還算 OK 啦。等一下遊戲測試也會有顯卡溫度，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一下這張 RTX 5060 Ti 在各種遊戲下的溫度表現。然後在這2顆 CPU 中，顯卡分數跟預估的遊戲效能是差不多的，但實際遊戲表現還是得測一下才知道。接下來就讓我說一下50系顯卡最令我驚訝的幾項黑科技，這也是本片的重點。首先，身為一個畫質黨 ，DLSS 的變形金剛模型絕對要擺在前面說。它除了能減輕顯卡負擔、提高幀數以外，變形金剛模型在畫面處理上面可以說是深得我心。可以看到原生畫面充滿了各種噪點，有點像相機 ISO 開很高的畫面會糊的感覺。但開啟 DLSS 變形金剛模型後，整體畫面看起來超乾淨，紋理細節更多，尤其人物的髮絲看得一清二楚，不像原生糊成一團。整個畫面各種地方都比原生還要漂亮。所以如果玩的遊戲有支援 DLSS 4的話，一定要開啟它。至於開啟什麼檔位最合適，我想大家應該也很好奇，這邊我們就來看一下。以 4K 來說 ，DLSS 4的效能檔畫質依舊比原生 4K 來得好，因為 4K 解析度採樣足夠的關係，直接開效能就行。2K 呢，雖然人物在靜止狀態下開 DLSS 各檔位依舊比原生來得好，但取樣的解析度比 4K 少了很多，檔位建議改成平衡，避免玩的時候出現一些誤差。Full HD 的話，採樣又比 2K 更少。DLSS 檔位建議至少開啟品質，讓模型獲得足夠的渲染解析度。但劍心這款遊戲，我會推薦直接開啟 DLAA， 使用原生的解析度加上 DLSS 的 AI 抗鋸齒，來避免人物移動的時候畫面的不穩定。
那畫質有了，再來就是幀數。我知道很多人 CPU 會選擇比較有 CP 值的7700、9600X 或者新出的 9500F， 不會買到比較頂的 9800X3D。那在玩遊戲的時候 ，CPU 可能就會遇到瓶頸，導致幀數上不去，在低解析度更是明顯。可以看到 GPU 的使用率就是上不來，這時候開啟真生成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想要多少幀數，利用顯卡多餘的效能補上來就好。而且在顯卡效能沒有吃滿的情況下，真生成的效能減損會非常的低，可以保留更多的原生幀進行補幀，畫面會非常的流暢。那原生幀數非常低補上來的話，畫面可能會有點不跟手或撕裂感，這時候就要使用 Smooth Motion， 就是平滑運動。目前能在40跟50系顯卡中使用，在 NVIDIA APP 裡面就能找到。它的最好的使用時機就是在真生成硬補上來幀數不夠，畫面有撕裂感的時候，或者不支援真生成的遊戲中開啟。另外，我推薦使用以下這個軟體開啟會比較好，因為 NVIDIA APP 只能單純的開啟平滑運動，沒辦法細選它的模式。但平滑運動有很多種模式，每個遊戲都有相對適合的選項。這個作者就非常好心的幫我們整理一些出來。那在一些遊戲中，平滑運動能起到加幀的效果，或者讓畫面更加的平滑。像這次測試的逃離塔可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增加了不少幀數，畫面也算跟手。然後魔物獵人雖然幀數不變，但有更平滑的畫面表現。不過開了不一定會變好，像是明朝開啟4倍真生成，畫面非常流暢，滑鼠也是滑到哪跟到哪。開啟平滑運動，反而畫面變得不跟手，有非常明顯的延遲。即使使用8000赫茲輪旋率的滑鼠，畫面依舊是不跟手。在原神，雖然平滑運動有起到加幀效果，但畫面會有一頓一頓的撕裂感，體驗比不開還差。所以開啟是否對遊戲有幫助，得看遊戲。另外 FPS 遊戲我也不會開，因為會增加延遲。另外平滑運動現在推薦使用581.47或.57的驅動，會相對的穩定。像明朝只有581.57版本後的驅動才能順利開啟平滑運動，不然會閃退。以上就是50系顯卡讓我最有感的功能介紹。接下來遊戲測試，本次測試遊戲都不會開光追。先來看看5060 Ti 16GB 的傳統性能。首先 CS2 畫質預設開最高，在 Full HD 兩邊幀數都是差不多，爆炸場景最低有140幀以上。2K 爆炸幀數則是直接低於100，畫質調到最高對顯卡來說的確有點吃力。4K 部分的話，爆炸場景兩邊都是低於60幀，想要順暢遊玩得降點特效。再來是 PUBG， 這邊是我的設定。5060 Ti 因為 CPU 瓶頸的關係，在這兩顆 CPU 中有蠻大的差距，但基本上都能達到300幀，開鏡也是一樣。2K 呢，兩邊也是差一點，大概在250幀附近。另外7700開鏡掉幀蠻嚴重的，不過這是 CPU 的鍋，這邊先帶過。4K 部分兩邊約在140幀，差一點就能達到我 4K144 的要求，有點可惜。另外開鏡也會掉到120幀。接下來瓦羅蘭畫質設定高品質，首先 Full HD， 兩邊 CPU 差距依舊影響5060 Ti 的發揮。2K 幀數表現也不錯，平均有800多幀，最差的7700也有600幀。4K 部分平均300-400幀，也算是輕鬆拿捏我的 4K144 螢幕。再來世紀帝國4，圖像品質開高。Full HD 下5060 Ti 在7700跟 9800X3D 分別在180、190幀附近。2K 兩邊分別在130、140幀。4K 壓力大了一點，不過依然有60幀以上，平均都有接近80幀。
開啟平滑運動能突破100幀，但不建議開啟，畫面會有些微的不跟手。原神呢，版本為空月之歌，設定部分依舊全開到最高，渲染精度開到 1.5。這次我終於可以解開幀數，不受熒幕上限的影響。Full HD 下5060 Ti 在這兩顆 CPU 表現都差不多，幀數在160、170幀附近。至於 NVIDIA 黑科技平滑運動開啟後，幀數會提升，但畫面會有點撕裂感，這邊就不開了。2K 部分兩邊幀數則是接近120幀，4K 則是能穩60幀。平常沒有解幀需求的話，5060 Ti 足夠應付了。再來是明朝，測試時版本為 2.6， 現在版本為 2.7 版本，新增了葉子動態效果，超帥的。庫洛真的很懂玩家要什麼。那這次測試遊戲會關掉動態模糊，其他開到最高。身為一個畫質黨，我發現明朝關掉動態模糊，移動時畫質提升非常大，而且關掉還能減少顯卡的使用率。那 Full HD 原生畫質5060 Ti 其實已經能達到遊戲的120幀上限，7700平台則是因為 CPU 瓶頸沒辦法達到，但這是小問題，因為明朝支援幀生成，想要多少幀直接開就好。這邊只是開個2倍，7700就輕鬆突破150幀了。2K 原生兩邊分別都遇到了瓶頸，不過依舊不是問題。開啟 DLSS 3倍幀生成，依舊能突破144幀，而且原生幀夠高，補幀效果理想。我個人是沒有感受到延遲或不跟手的情況。4K 原生幀部分，5060 Ti 兩顆 CPU 表現都差不多，基本上能接近60幀。開啟 DLSS 效能檔，補幀開到4倍之後，兩邊幀數能到200幀附近，依舊是沒有感到延遲或者是不跟手，真的非常順，簡直是黑科技。戰車世界 2.0 部分，特效開最大。5060 Ti 在 Full HD 的表現，兩顆 CPU 分別都有300幀以上。那這款遊戲的 CPU 差距對幀數的影響也是蠻明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2K 大部分場景能維持在200幀，開爆或被擊中的時候會掉到170、190幀附近。4K 呢，5060 Ti 也有破100幀的表現，即使在效能比較差的7700上，5060 Ti 也有90多幀。那幀數沒有破100，也有試着開平滑運動，不過一開始開失敗，後來發現驅動需要更新到 581.57 的版本才能用，跟明朝一樣。測試下來體驗是好的，戰車世界 2.0 推薦使用。逃離塔可夫部分，這邊是這次的設定。在 Full HD 中，5060 Ti 兩邊幀數差異相當大，尤其7700開進了1%漏幀，簡直慘不忍睹。不過最令我驚訝的還是顯存被吃滿，16GB 的大顯存說沒就沒了。逃離塔可夫優化真的蠻爛的。那我也有試着開啟 DLSS 模型 K 加平滑運動，體驗是不錯的。逃塔我非常推薦開啟平滑運動。7700幀數上不去的瓶頸，很大一部分已經被平滑運動這個黑科技給彌補掉了。2K 原生幀的話，開進兩邊幀數約在60幀上下，跑圖能有100多幀。開啟 DLSS 跟平滑運動後，開進能在100幀以上，跑圖也有200多幀，體驗非常不錯。4K 原生開進，兩顆 CPU 都掉到60幀以下，跑圖稍微好一點，勉強穩60。4K 開啟 DLSS 模型 K 加平滑運動，9800x3D 這邊1%漏有點低吼，不知道是不是 4S 店有出 BOSS 影響幀數，其他時候還是9800x3D 比較高啦。那開啟之後，兩邊幀數都有再提升一點，有破100幀的遊戲體驗。7700幀數大概就這樣吧，已經盡力了。再來是 The Final 最終決戰，光追開靜態，畫面開到史詩級，在 Full HD DLSS 品質下，5060 Ti 幀數分別有160、170幀左右。2K 開啟 DLSS 平衡，室內室外分別有140、110幀。雖然沒有到144，但沒關係，補下幀就好。開啟2倍補幀，幀數直接來到170。雖然理論上會有延遲，但我真的感受不太到，敵人還是照打。4K 開啟 DLSS 效能，5060 Ti 表現也還行，兩顆 CPU 分別有90、100多幀。
那因為效能損耗的關係，4K 要補到3倍才能全身穩144以上。遊戲體驗也是好的，沒有感受到任何的畫面不跟手的情況。再來是劍心，畫質依舊全部開到最高，這邊就不測原生幀了，我們直接開啟 DLSS 變形金剛模型，享受最好的畫質。在 Full HD DLSS 品質下，兩邊幀數分別在150、220幀上下起伏。這幀數跟我之前用4070測差的非常多，可能是劍心有對50系顯卡有做一點優化，又或者是16GB 大顯存的優勢，因為現在已經吃到11GB 了。2K 平衡更扯，顯存直接超過12GB。之前4070幀數太低，是不是顯存不夠啊？因為這次的5060 Ti 2K 測試條件完全相同，還比之前4070多30幀。那7700沒有辦法到144，我也試着開啟 DLSS 幀生成，不過體驗就沒有這麼好，格擋的時候有延遲，實際會有點不太一樣，要適應。接下來 4K DLSS 效能，9800x3D 幀數比較高，離144幀只差了10幀左右，平常我就直接這樣玩。7700幀數不夠，如果能接受格擋會有延遲的話，也可以開啟3倍幀生成補到144以上。不過我寧可用90幀玩。再來是 GTA 5強化版，這邊是我的設定。5060 Ti 在 Full HD 中 9800x3D 原生幀其實就能滿足我了。開啟 DLSS 後，幀數其實沒什麼變，因為阿星這邊有 bug， 就看他哪時候修好。7700幀數想要更多，就是開啟補幀，開啟2倍就有250的平均幀，真的超爽。2K 也是一樣，98x 原生幀就夠我用了。不過平常還是會開 DLSS 省點功耗。另外 2K 7700開2倍也能補到我想要的幀數。4K 原生兩邊都在120、130幀附近，開啟 DLSS 也是差不了多少，就像剛剛說的阿星的鍋。那補幀也是開個2倍就能達到我想要的幀數，延遲也是感受不到的。再來是 Warframe 設定依舊是開到最高，在 Full HD 原生下。5060 Ti 分別在2顆 CPU 分別有200、300多幀的表現，已經很夠用了，所以 DLSS 這邊就不開了。然後 Warframe DLSS 應該是舊版本，開了畫面會明顯糊掉。再來 2K 也是原生就能滿足需求，那 4K 幀數就有點低，大概在80幀左右，開啟後能補到170多幀，也算是絲滑流暢。再來是永劫無間畫質開高。Full HD 原生兩邊幀數真的差超大，分別在170、270多幀，差距接近100幀。另外已經補滿144幀的話，我還是會開啟 DLSS， 主要是永劫無間支援 DLSS 4，開啟後畫質會更好。2K 原生兩邊差距也是非常大，分別在120、170幀附近，開啟 DLSS 後幀數也能滿足我的需求。4K 原生兩邊依舊差距非常大，分別在70、110幀附近。開啟 DLSS 後，分別有120、170幀左右。再來是幻獸帕魯布裝優化模組，畫質開最高，在 Full HD 原生畫質下，兩邊幀數分別是70跟120幀。9800x3D 幀數已經達到遊戲上限。由於帕魯不支援幀生成，我們改開平滑運動。開啟後幀數增加了不少，分別有160、230幀。不過玩起來有一點點的不跟手。不過跟明朝比起來，這算小 case， 而且還可以解決經常遇到的小卡頓，我覺得開一下會比較好。2K 原生畫質 9800x3D 勉強破百，但7700就不行了，而且兩邊的180漏幀很不穩定，數值經常跳來跳去。那開啟 DLSS 加平滑運動後，幀數才有比較穩定的表現，並且也比較高。那接下來 4K 還是老樣子，除了不到60幀以外，180漏也是非常的極度不穩定。不過開啟 DLSS 加平滑運動會有非常明顯的改善。玩帕魯的話，建議一定要開啟平滑運動或者裝優化模組。再來是魔物獵人荒野，我知道很多人玩荒野 CPU 會在第一次開啟遊戲的時候渲染就被燒掉了。解決方法就是到工作管理員的詳細資料，找到荒野的程式，按右鍵找到處理器親和性，把多線程關閉就行了。這樣以後玩魔物就不用擔心 CPU 過熱。那回到遊戲測試，畫質設定開到最高，在 Full HD 下，2顆 CPU 都在60幀附近。
開啟 DLSS 品質加3倍增生層才能補到144幀。而且魔物獵人開啟平滑運動，雖然幀數不會有變化，但會有更好的體驗，一定要開啟。2K 原生也就勉強有個40-50幀吧。開啟4倍增生層後加平滑運動，才有144幀以上。這時候遊戲體驗其實都還算蠻不錯的，沒有遇到任何的卡頓或者畫面不跟手。直到 4K 原生幀只有30幀左右的時候，開啟4倍增生層加平滑運動，在歐米茄放一些招式的時候，的確會感受到很明顯的卡頓，而且經常發生。要順跑的話，可能就得調降點特效了。好，以上就是506連鈦開箱。說實在話，它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本次測試下來，幾乎每個遊戲都能用各種方法達成 4K 破百幀的遊戲體驗。我認為506連鈦 16GB 並沒有像一些主流媒體說的，單純就是一張適合 2K 解析度的顯卡。我認為在一些 4K 遊玩體驗上，506連鈦是可以勝任的。那影片中 CPU 所導致的效能差異，我想506連鈦已經盡力用增生層彌補，770的效能大概就這樣吧。因為 CPU 的瓶頸距離 4K 144就是差那幾十幀，不然其實也可以不用開。畢竟增生層理論上就是有一點延遲，能不開當然是最好的。至於顯卡選擇上，我想506連鈦 16GB 應該可以算是 4K 遊玩真正意義上的敲門磚。但如果你追求光追，遊戲可能就需要降點特效，或者買一些高階一點顯卡才能順跑。現階段有 CP 值的顯卡，我推薦507連鈦，它跟5080一樣有256 bits 位寬，16GB 的大顯存，最便宜27000還有找，跟5080的36000比起來便宜9000塊，效能卻只差10幾%，是50系所有等級裡面價差最大，但效能提升相對較小的。那如果願意等的話，也可以看看明年的 Super 系列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驚喜。那大家覺得這次506連鈦表現如何呢？歡迎在底下留言說說你們的看法。我是教徒，我們下次見，拜拜。